Hello， 大家好，我是米蒂。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丙烯水粉的一些绘画技法。首先呢，我们可以找一支平头笔。这个平头笔呢，像油画呀、丙烯呀、丙烯水粉，还有不透明水彩，都是非常常用的一个工具。当然呢，还要看你的绘画风格，还有一个就是使用的绘画技法，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用平头笔来刻画啊。那么这个画笔呢，它是有长笔杆的，也有这种短笔杆的。那如果你是刚刚开始学习绘画的这个朋友呢，你是平时俯卧在这个桌面上的话，就可以选择这个短笔杆的。如果你像我这样支起一个画架呢，你就可以选择这种长笔杆的。这样呢，它笔杆比较长，你就可以很好的控制这个画笔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画笔的一个小区别吧。今天呢，我主要给大家分享比较常用的一个绘画技法。最近半年呢，我一直是在大理大理的风景是非常美的。前几天呢，我也在洱海骑着自行车，然后呢去逛了很多这种漂亮的这样的一个风景。像我们画风景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能把自己去过的这样的城市或者你去过的地方能给它记录下来。那么大理呢，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呢，就是它的云，还有一个树。以前呢，我在北京是很少能看到这么多种类的树的，它比较单一那大理的这个树呢，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云呢也特别的美，它的变化呢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很多的云呢是这种大大的积云，很有动漫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个呢就是我拿手机直接拍到的一个景，没有任何的调图，所以说它大理的这个风景，你随便拍都是非常美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幅画当中，这个天空。丙烯水粉呢，其实它也是可以干画，也是可以湿画的很多同学可能对于丙烯水粉呢会比较迷茫它不是纯丙烯，也不是纯水粉，是介于丙烯和水粉中间的一款颜料。然后呢，它可以创作在纸张上、木板上其他的地方也都可以。但是呢，它不会像纯丙烯那么厚重，又不像水粉呢那么有粉质感这个就是颜料的一个属性，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你如果不了解颜料的一个属性的话，对于在绘画的过程当中你是掌握不好它颜料的整个的一个质感的。所以我们在接触不同颜料的时候呢，最好去多尝试一下它的一个属性。当你了解以后呢，对于画面的控制绘画时候的这种表现呢，你就会更加的自如一些。首先我来看一下这个湿画法呢，其实你就和水彩的晕染是一样的，只要涉及到湿画法，都是要在纸张上涂上水的。纸张涂水呢，它就会有一定的弯曲，所以呢，可以贴上一些胶带固定一下画纸，不要让它有太多的褶皱。好，涂上水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在上面涂这个颜色了。那么丙烯，你看它整个呢是有厚重感的，但是你多加水呢，它也可以像水彩一样有这样子的非常润的一个感觉。那么我们在涂抹的时候呢，它也是有扩散度的，而且最重要的，它的这个颜色的饱和度是比较高的对比水彩来说，它的饱和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呢晕染相对来说是比较均匀的。然后呢，你在这个顶上呢，也可以进行一些色彩的一个叠加或者晕染也都是可以的它颜料和颜料之间的融合度还是比较好的。这个呢就是湿画湿画底层涂水，上面来进行一个晕染，整体的效果呢，它会比较薄一点。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厚涂。丙烯水粉呢，它毕竟是有丙烯的这样的一个厚重感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纸张上不涂水，你直接来厚涂来进行一个绘画也是没有问题的看
这个颜色的饱和度呢就会更高了。你看我的这个画笔上要占足够多的这样的一个颜料。这样呢就是一个厚涂的一个技法。厚涂呢，我们就可以让颜料呢比较厚重的这样附着在这个纸张上。然后如果你进行一些叠色呢，我再找一个颜色。如果呢我们来进行一些叠色呢，也是可以的。它也可以很好的进行一个晕染，只要底层的颜色啊没有干，你就可以相互的进行一个晕染。然后它整体是有这种笔触感的，比较厚重的这样的一个质感啊，这个就是厚涂了。所以不同的颜料，它整体的这种属性是不同的。然后我们在刻画的时候呢，也要了解它有不同的表现的一个手法。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当中最多的元素呢，就是树。树呢也是风景绘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啊，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那今天呢，我还是用这个平头笔啊，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树的一个刻画的技法。我们呢也可以多准备一些这种平头笔，有这种宽一点的，还可以准备稍微细一点的啊。像这种细一点的平头笔呢，在刻画树的时候呢，还是比较方便的。我们还是找两个，一个亮绿，一个深绿，这样3个颜色来进行一个树林的一个表现啊。那利用平头笔呢，我们还是用点涂的手法，然后呢，它的在纸张上形成的一个笔触感来刻画树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关系。那我们在刻画的时候呢，一个重点呢就是调的水量是非常重要的。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我们像画水彩一样，水量比较多的话，你这个颜料呢它是比较稀的话，你就很难刻画出这种笔触的纹理，它更多形成的是一个色块，看，是一个大大的色块那么如果我们用厚涂的这样的一个手法，水量比较少，而且呢这个画笔上的这个水分是比较干的话，我们就可以看点涂出一些这种纹理的这样的一个质感，这样就很好表现树林的一个形态了用紫色加上深绿，再加上一点点亮绿色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按照这个整体的一个形态，如果你掌握不好呢，也可以自己呢先画一下大概的一个形态关系。最主要的还是外轮廓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尤其顶部的这种纹理是比较重要的，还是点涂来进行点就好了，很随意的一个点涂。绘画呢，不要给它想的那么复杂，掌握好一个技法，
然后呢，利用这个技法把它树林的形态关系表现出来就可以了。然后这种边缘的形态可以给它处理一下，让它表现的呢是很自然的这种形态关系。然后呢，大概的这个形状我们描绘差不多了呢，然后就可以拿出一个小号的这个笔，圆头笔也是可以的。然后来刻画一下它的树干，棕色啊，棕色加一点点绿色也是可以的，或者加黑色。树干呢，也是啊，我们要穿插在这个树的中间，穿插在这个树林之间。大概的把它的一个形体给它描绘出来。这边也是。做这种穿插的一个感觉。其实这种小号的平头笔呢，也是可以很好的控制它的这种线条感的。当然也可以在树的一侧给它提亮一下，主要看你光源的一个位置啊。接下来我们可以提亮一下树的这样的一个亮部效果，黄色加上亮绿，再加上少量的深绿啊，可以不断的来进行一个调整。好，这一步呢，其实就是可以更好的来调整它的一个形态啊。哪个地方提亮一下，然后有的地方呢可以调整一下外轮廓的一个形态关系。我平时呢在刻画这种树林的时候啊，都会一点点的来进行它形态的一个调整。然后注意光源的位置啊，如果我们这个光源，我就按从这个左上角打过来吧。那你就要把这种亮色涂在这个左侧的大部分区域。也是点涂这样的一个技法。在顶部呢，最亮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多叠一些这种亮色，可以增加它的立体的一个效果。然后有一些这种树干的这个区域，你也可以给它覆盖上，就更有这种穿插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然后你看这个呢，就是属于更小号的一些平头笔了，所以大家在准备工具的时候呢，也要大小号各种笔呢，你都要准备一下。
这个呢就是丙烯水彩的一个厚涂技法，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呢练习一下，因为它的这种颜料的一个属性它是可以就是又厚涂然后又薄涂这样的一个技巧，所以呢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画错了呀，或者你绘画的过程当中有不满意的地方呢，你还可以进行一些覆盖或者一个调整它跟水彩还是有一些区别。水彩呢它是你完全的你画错了你是没有办法去修改的，你只能进行一些微调所以呢你不能有太大的一个错误。那丙烯水粉呢，因为它是有这种厚重度的嘛，然后就比如说这个天空，我不是很满意它的这个底层的这个紫色，我想给它画成粉色那么其实呢你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调整的，只不过呢你要涂的稍微的厚一点，看是不是非常的厚重对，我就不浪费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颜料，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天空我不喜欢这个颜色，我要给它叠上，那么可能你就需要一些调整，然后呢把它不断的来进行一个叠色也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呢，你就可以不断的进行一个叠色。你像画这个树也是同样的道理，你感觉这个颜色我涂的有问题，那你可以再用这个深色再盖一层，然后呢再进行一个提亮，所以呢相对来说它的修改度它是更加的宽容一点的，所以针对于这种初学者来说呢，或者是刚接触绘画的同学来说呢，可能会更加的好掌控一点今天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些这种不透明或者丙烯水粉最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技法分享。如果想看绘画的过程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我的分享。那今天的视频呢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拜拜。